现在压力其实还是有的，因为你把这个团队建立起来，你可能对他们负责，给你干事你什么都不管，然后就说吃点屎饭他们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其实我现在虽然说高产是在西安已经运营了大概3个月左右了，7个月左右了。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是新加坡团队要重新开始面临的，就比如说这个团队凝聚力问题，所以特别重要的就是说要引入这个业绩考核的这个标准，包括将来以后工资标准什么之类的都需要制定出来，所以这是目前比较头疼的地方。目前最大支持其实就是团队成员给的支持。因为我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有组建过一个团队，是在西安的时候，但是当时因为大家技术性都不强，而且他们的专业水准也特别可以说很低，所以说就组织起来就很麻烦。然后但是像我们这一次的团队，我是觉得能力是没有问题，而且很负责任，这个责任心我是非常欣赏的，而且每个成员我觉得也都到位，所以我对这个团队很有信心。其实也有2方面啊，世俗的方面就是说为自己以后的饭碗而考虑，然后其实最开始做高产这些事情是2013年的时候，当时就很纯粹，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当时其实高中毕业之后，其实对未来其实是有一个迷茫感的。那当时就开始思考，我这辈子到底要干什么，然后我这辈子怎么样过，从现在开始规划，我以后才不会失望。那就想到了高产这个项目。高产这个项目其实是给每一个青年人一个个性表达的机会，然后让他有更多探索的可能性，就不会被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条条框框所框住，他可以去敢想敢做。高产就给他这个平台，他想到什么我们就给你支持，让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。这是我就是当时比较没有私心的一个出发点。其实亚洲人内心是很丰富的，其实我们的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从根本上就是不一样的出发点，我们是比较内敛型的。但我觉得这个对于高产在亚洲的发展来说，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影响。我是觉得，因为亚洲人他有更丰富的文化底蕴，而且更多元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办活动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宝藏，一个资源。一句话介绍我们的平台，那我可以向他保证的就是说，你任何想参加的活动都可以在高产上找到。这是我理想中给他回的一句话，这是我一直想努力的目标。